各位好，今天标题里的两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，李显龙和马云，一个是新加坡国务资政，一个是阿里巴巴创始人。两个人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在过去这段时间，他们同时被一类东西盯上了 AI 诈骗。李显龙被自己打电话诈骗，马云的形象被批量制成数百个假视频，播放量突破100万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当 AI 技术让眼见为实不再可靠时，新加坡法律如何应对？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保护自己？先说李显龙，就在2026年7月30日，国务资政李显龙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短视频，迅速引发广泛关注。视频里，他模拟接听了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，电话那头，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是李显龙，你的银行账号已被盗用，请立即转出你的资金。”大家注意，骗子冒充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李显龙本人。换作普通人，接到国务资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可能当场就慌了神，不知如何应对。但李显龙的反应是什么？一个字都没有多问，直接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。挂断之后，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：没有任何政府官员会通过电话要求你转账或处理贵重物品，警察不会，我当然更不会。说完李显龙，再来说马云。最近大量马云点评新加坡的视频在 YouTube 上疯传，画面中的马云端坐镜头前，神情严肃，用沉稳的语调点评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与外交走向，听起来非常唬人。但真相是，这一切都是 AI 生成的假象。根据亚洲新闻台 CNA 的调查，从2025年9月到2026年6月，至少有32个 YouTube 频道发布了大约300个利用 AI 技术合成的视频，盗用马云的肖像和声音，其中259个视频占比超过 86%， 至少包含一项不实或误导性内容。这些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0万次。这些假视频都讲了什么？有的声称10个国家正联手围堵新加坡，有的说新加坡通过控制马六甲海峡切断他国粮食和水源。经过核查发现，马云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这些言论，视频中的内容完全是凭空捏造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些视频的制作套路已经非常工业化。一种是静态虚拟形象， AI 生成的人像面部表情僵硬，几乎不眨眼，仔细看很容易发现破绽。另一种是照片加声波动画，用马云的真实照片配上 AI 克隆的声音，看起来像是真人在说话，实际上只是一个会动的图片加上合成音频。虽然部分频道标注了内容由 AI 生成，但这些提示通常被放置在视频简介的最底部，字体极小，极不显眼，普通观众在观看视频时几乎不可能注意到。更狡猾的是，这些视频超过3/4的标题反而是以赞美新加坡为主的，例如新加坡是亚洲之光，全球最安全的地方，李显龙的管理智慧等等。先夸你，再夹带私货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放松警惕，慢慢接受其中掺杂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。有专家指出，不少人都高估了自己辨别 AI 内容的能力，加上多数人在手机上刷视频时，往往依据标题、缩略图和熟悉的面孔就做出判断，根本不会花时间去仔细辨别真伪。更可怕的是，重复接触相同信息后，错误内容会逐渐被当作真实的，这就是所谓的真相错觉效应。一旦虚假信息在大脑中扎根，再想纠正就变得极为困难。从新加坡法律的角度来看，参与这类诈骗到底要承担什么后果？首先是刑事法典第420条关于欺诈罪的规定，根据该条文，欺诈罪一旦成立，可判处最高10年监禁，并处以罚款。注意，这不是可能判10年，而是法定最高刑罚为10年。在实际量刑中，法院会根据诈骗金额、作案手法、是否有预谋、受害者人数等多个因素来决定具体刑期。但对于冒充政府官员这类严重案件，法院通常会从重处罚，绝不姑息。其次是洗钱罪，很多诈骗案不只是骗，还涉及洗钱，也就是把骗来的钱通过层层转账转移，隐藏或变现。根据新加坡贪污、贩毒和其他严重罪行没收利益法令，洗钱罪一旦成立，可判处最高10年监禁，罚款最高可达50万新元，或两者兼施。这意味着
参与诈骗的人不仅要坐牢，还可能面临巨额罚款、倾家荡产。第三是犯罪共谋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打电话骗人的那个人才有罪，这种想法完全错误。根据刑事法典第120B 条，参与犯罪、共谋也是犯罪，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。2026年7月9日，2名马来西亚男子被新加坡警方指控涉嫌冒充政府官员诈骗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并没有亲自打电话诈骗，而是充当诈骗团伙的成员。该团伙涉嫌与超过50起报案有关，涉案金额超过140万新元。根据法律，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参与犯罪、共谋欺诈。这些人以为我只是参与一下，不算犯罪，大错特错。在新加坡法律下，只要你参与了诈骗链条的任何一环，无论是策划者、执行者、跑腿还是资金转移者，都要承担刑事责任。第四是鞭刑，这是新加坡法律体系中极具特色的刑罚，也是让很多潜在犯罪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。根据新加坡法律，诈骗团伙成员或招募者将面临强制性鞭刑，至少6下，最高可达24下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鞭刑。这不是罚款了事，不是社区服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惩罚。如果你参与诈骗，不仅要坐牢、罚款，还要挨鞭子。而那些钱罗，即帮骗子洗钱、提供 SIM 卡、提供 SIM-Pass 凭证的人，同样面临最高12下鞭刑。2026年7月，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因涉及多起冒充政府官员诈骗案，多次入境新加坡，向受害者收取现金和金饰，最终被判处监禁30个月及鞭刑3下。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例子。面对 AI 深度伪造带来的新威胁，新加坡法律也在与时俱进。根据在线犯罪危害法，政府可以向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实施指令，要求其删除有害内容。如果平台不配合，可被处以最高100万新元的罚款，持续违规期间每日还可再加罚最高10万新元。此外，根据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，传播虚假事实陈述也可能面临最高50万新元的罚款。对于利用 AI 深度伪造、冒充公众人物、企业或政府机构的案件，警方会进行深入调查，包括在必要时检视数字、取证证据，追踪伪造内容的来源。那么，作为普通人，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？李显龙在视频中已经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。任何政府官员，包括警察，绝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公众转账、交出贵重物品或透露银行账户信息。记住这几条黄金法则，基本可以过滤掉90%以上的诈骗电话。新加坡警方还推广了非常实用的 ACT 防诈3步法。A 代表 add， 即添加，下载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，保护自己免受诈骗电话和短信的骚扰。同时为银行账户设置交易限额，启用双重认证。C 代表 check， 即检查，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。你可以通过 Scam Shield 网站检查可疑消息、电话号码和链接的真伪。T 代表 tell， 即告知，向当局、家人和朋友报告可疑情况。如有疑问，拨打24小时防诈骗热线1799进行核实。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成为诈骗受害者，请立即采取行动，第一时间联系你的银行冻结账户，拨打警方热线1800-255-0000，或通过警方网站上的在线平台提交信息。紧急情况下，直接拨打999报警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每拖延1分钟，你的钱可能就被转移到境外，追回的难度大大增加。李显龙在视频最后特别呼吁，主动向身边亲友传播防诈知识，尤其要提醒年长者，因为他们往往更容易成为目标。年长者对新技术不熟悉，对政府官员有天然的信任感，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。请把今天的内容转发给你的父母、祖父母，告诉他们，接到任何自称政府官员的来电，不要多问，直接挂断，然后拨打1799核实。最后，把这期内容浓缩成一句最实用的话，不要在骗子搭好的场景里去证明骗子是真的。现在的风险不是你不聪明，而是对方太会利用信任、速度和压力。李显龙被盗用，名人视频被批量伪造，这些新闻真正提醒我们的，不是世界突然变得多夸张，而是判断真假的方法必须升级。法律当然重要，它告诉我们，诈骗、共谋、洗钱都不是小事，
但在事情发生前，最能保护你的还是那几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动作：先挂断，独立核实，及时告诉别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有用，建议你现在就把1799存进手机，也把这支影片转给家里最容易相信官方口吻、最容易被紧急指令带走的人。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民生法律、诈骗责任、钱罗风险和真实判例解读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一句，我家会先挂断再核实。